来，欢迎几位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以这一次的身份。Hello， 现场各位媒体朋友们，还有各位歌手们，你们好。我们是这一次舞台2023的舞台推荐人，我是 Ella。我是推荐人黄妈。媒体老师们好，还有我们舞台歌手们，大家好，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舞台推荐人周深。媒体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歌手们，大家好，我是这次舞台2023的特邀嘉宾宁艺卓，非常感谢舞台2023邀请到我来这里，谢谢。欢迎回国。那么我们这一次舞台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刺激的生存模式，对不对？那其中，据我了解哈，他们有不同的名字：挑战者、胆小鬼、冒险者、平凡者、孤勇者。听起来就很期待，因为是听起来差别非常大的几个词。对。那我很想问，如果是舞台推荐人的几位老师自己来选择一个模式的话，会选择哪一个呢？我其实自己，看这几个字面上的解释，我是平凡者。我向往生活很简单，没有很复杂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平平凡凡的就很幸福。对，这是我的个性。其实生活当中是喜欢追求平凡的。对，然后我也不希望生活中有太多的、太刺激的大起大落。然后我也希望这些你突然遇到的人生中的大起大落，都能够用很平静、平稳、平凡的心境去看待它，而不被这个世事的太多的变化给影响太多。所以这个平其实是听起来是在不平当中寻求自己内核的那个平。对，明白。小霞姐，其实说实话，我是应该选平凡者，因为活到这个年龄了。但是我在解释我过往的人生，我选了冒险。过往的人生就是这样一路冒险下来，走到今天。他们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选冒险？”我说：“对我来讲，我是一直在寻找着生命的答案。我一直在寻找答案，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你付出。”生命就是这条命要拿去换答案，我就是，但是我很感恩就活着，所以今天其实我的状态有点像安娜，知道平凡的伟大。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平凡者，一个冒险者在两端，但其实好像大家找寻的都是中间的那个自我的力量，对吗？就黄妈刚刚这一段听完，觉得哎，突然上了个价值。加起来就是他的过往其实也是冒险的。对，就是你们俩其实听起来选择不同，但其实中间都有很就是类似的内核在的。是。好，周深。我的选择是胆小鬼。因为我觉得跟自己的性格会比较像吧。我觉得胆小鬼他很多时候应该算是有一点点代表，就是很多比较缺乏安全感的这样的一群人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就尤其像自己，然后我觉得胆小鬼也是个比较温柔的一个选择。就胆小鬼他可能会在自己的个安全的一个区域，也不想去破坏别人的平衡，也不想破坏自己的平衡，然后就希望如果还有那个安全牌，就会一直打那个安全牌。但是后面随着自己的一些应该算是这些经历，我发现自己后面好像又变成了孤勇者，又突然自己失去了那个安全牌，后面只能够去做最后一搏吧。所以我觉得又是胆小鬼，然后又是孤勇者。没想到这个环节要配这么抒情的音乐。我也是没想到，怎么突然那么走心啊？算半个反对者。哎，那你哪里平凡了？我就是这么不凡。因为不凡，所以选择平凡。好吧，我在追求平凡，因为我太不凡了。真的，我以为就是这一趴的音乐都该是这样的，这么抒情。那宁宁，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自我，然后比较喜欢，表达自己个性的一个人，但是我又不喜欢去竞争或者是去挑战别人。我觉得生活或者舞台都是和自己去挑战，所以我觉得，抛开游戏规则，我觉得应该我会选平凡者，因为我只想和自己做对阵，我只想把我自己的东西展示给大家。对，但是说实话，但是有的时候，是吗？对，但是其实我又是那种比较喜欢挑战新的东西，尝试新鲜的东西的一个人，所以如果
不看游戏规则的话，百变者。对，没有挑战者。其实他们设定的这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都有，只是说哪个点是突出的。我觉得其实它更多的是，比如说在你人生中，你面临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心里的哪一个者会冒出来？对，比如说好比我今天我在我20岁决定签下那纸唱片合约，成为 S.H.E 的时候，我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对，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对，但是所以我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用不同的生存模式去适应不同的变化，不会永远只有一个模式而已。而且我觉得这个选择不仅是我们或者是我们的舞台歌手做，我们在看我们节目的人，他们也会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选项和自己答案。我们每个人其实自己都会有一个自己去做的选择，然后每个选择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坏。我们可能要去接受它的好，当然我们也要去学会去接纳，或者是接受承担它的那个坏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形式设定。其实这几个模式听起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不凡，但似乎又会回归到平凡。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勇敢的吗？是胆小的吗？是懦弱的吗？还是超级大胆的？我觉得歌词来了这是歌词，来一句。就是说可以把这一段写歌词，小霞姐的意思。升华了，期待后面哦。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不同的模式，但其实他们都可以归结到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设定。然后听完了也会很期待在节目当中我们歌手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的。对，而且更希望就是说在观看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你们也可以去思考。这些模式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对，然后你更向往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事情。这一切都只是你的选择。而你的选择不管好坏，你都去承担。对，然后人生就是面临各种不停的选择，比如说我早上选择我要喝咖啡还是要喝茶，这也是一种选择。就是今天的选择。对，那你喝了咖啡，你可能会承担说，我可能晚上会睡不着；我喝了茶，可能会面对我可能要频尿。这就是这些东西会带来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你愿意，只要是你自己做下的这个决定，所有东西你都要承担。对，因为自己的人生。所以做综艺的这个节目，不仅仅是停留在综艺这两个很表面的解释上面，其实它里面藏了很多丰富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就会给大家提供很多人生的思考。我觉得能引发观众的思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相信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引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好，那刚刚说了这个，一个是我们设定的模式，那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一定是他们的舞台了，所以接下来想让4位推荐人老师来推荐一个舞台，然后给出3个关键词。我相信应该很难抉择，应该有很多精彩的舞台。有一个初亮相的舞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呢，给我感觉很质朴，很单纯，很善良，那么有人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节目吗？我刚刚忘了说，老师们说完之后要自己要来认领哈，认领一下刚才的关键词，对，是不是自己的舞台？谁是质朴的？认领成功的话，认领成功的话可以喝一杯优酸乳哦，好幸福。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质朴的吗？看出来很质朴了。为什么觉得是你的呢？就是可能我的一个音乐风格就是偏向于 Ella 老师说的这一块，就是没有跟你撞型的了。对，也不一定。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可能吧。而且刚刚其实其他的歌手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关键字就是很适合他？大家都认同吗？我刚刚这样讲的时候，你们心里浮出来的名字就是他吧？对啊，没有比他更贴近这3个关键词的人了。好期待，是哪样的一种原生态？他是对他很原生态的，然后非常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后非常的令人动容。
感动，然后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个舞台。有时候未加修饰的就是最打动人的。对。好，非常期待你的舞台，谢谢。谢谢。嘿嘿，口优算入，奖励一下自己哦。谢谢大家，先感谢谢谢我们，谢谢。那就像刚才浩杰讲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叫做《舞台2023》。说实话，这个节目的名字我们改了很多版啊，最后终于回归到最简单的“舞台”2个字。那么在舞台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有了我们最重磅的幕后团队、创意总监，有请王嘉尔。我们这么官方吗？现在轻松一点，轻松一点。这个跟嘉尔，对，跟嘉尔也是合作非常多年。昨天我们还在说，已经8年之前第一次合作。然后其实嘉尔也参加过非常多的节目。然后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做创意总监，做幕后的团队，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第一次。我们现在跟谁在说话？这边。哦。现场的媒体的朋友和现在你看，对。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做这个，所以。学了很多，我也觉得特别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还是蛮不一样的，对，毕竟做节目还是节目里面的舞台，还是跟演唱会或者音乐会、音乐节，或者一些还是这个方式有点不一样。就是之前可能做我们也知道，就是你自己的演唱会，然后包括一些演出，其实都是你自己在做舞台上面的想法和创意。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是为所有其他的舞台歌手来做。当然。对，这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是做我自己，可能是我比较了解自己，然后知道自己哪些能消化得了，或者就更了解自己吧。但我觉得在做节目的时候，做其他人的时候，我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去了解他们，去输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像之前，比如说做一次演唱会，准备看我们一次公测大概十几个舞台，10几20个舞台。我这个规模在你之前的演唱会里面要准备多长时间？20几个舞台，30几个舞台，大概我不知道其他人啊，我自己的话1个半月。那已经很快了。已经算很快了。对。但是可能在我们就昨天的这个但我们是3天，所以发生什么事？没有，完全没有，非常好的体验。对，所以其实。对，没有非常好，非常棒。其实就是节目的压力会很大，然后可能从上一轮的演出到下一轮，可能中间一共也就10天不到的时间。对。然后从能到舞台上去排练，真的也就3、4天。然后听说你也这个3天4宿，基本上都没怎么睡了。我觉得睡不睡、努不努力，这是一方面，这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结果嘛，所以我其实不需要过于的去提到我睡不睡。这其实其他导演组跟节目组也没睡，你干嘛只是提我了，对吧？那所以在这个第一次的就是你作为创意总监的舞台当中，你觉得所有的舞台歌手的表现，你自己觉得满意吗？我觉得。比起他们表现，我觉得当然表现非常好了。我觉得他们每一个舞台，我在乎的点是他每一个舞台有没有做到他们本来想做的事。其实因为我整个过程中间有几组，我觉得有些有达到，有些没达到的，所以希望下次公演能更顺利吧。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就是舞台最好的舞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我觉得没有好舞台跟不好舞台。首先肯定表演者、歌手们，身为表演者要舒服了，而且也要表达到他们想表达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的人能有共鸣吧。这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没有好跟不好，我觉得。OK， 那接下来可能在舞台2023这个节目当中，嘉尔还要作为创意总监，有接下来好几场的这个舞台的创意和设计，在后面的内容里面，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更想做，或者是有什么更想发挥的空间吗？更想发挥的空间吗？
把我就是实际上在后续的表演当中，可能他的每一次的舞台的人数，他的表演形式可能都会有不一样。那其实，在这个创意的设计上面，也许是会有更多的空间来呈现每个人更多不同的特点的。老实说，我的角色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伟大的，只是服务于所有舞台歌手们。然后呢，希望可以把他们想做的东西实现在舞台上。我跟导演组的配合，对，只是这个。好的，好的。嘉尔一直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服务，在我们沟通当中，一直希望说我的角色就是为这些舞台歌手服务。当然，当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能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嘉尔，然后也是非常辛苦，谢谢。你今天的好漂亮啊！谢谢，谢谢。OK， 然后嘿嘿，可用3入奖励一下自己哦。好，来，那黄妈推荐的是，初舞台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都有记录了，其实。风，少年，不是少年，对不起，青春和未来。风、青春、未来，是谁呢？有人觉得是自己的吗？他很疑惑，觉得是自己的可以认领一下。你很疑惑，看起来。是吗？你是觉得自己不够青春吗？是。干嘛？是那个，对不起，星星。是海豚。海豚。是周海豚啦。另外2位也可以讲讲为什么觉得是自己啊？因为我也关心他。是有很多互动的。对，刚才听到未来，有一瞬间怀疑了自己，就感觉好像是未来星。对，谢谢黄妈。那你要不要自己推荐一下嘛？黄妈说。因为那出舞台我是直接哭了。就是潸然泪下。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还是嗷。你们背纸了吗？给黄妈背纸了吗？没有啊，随便找一张。不，我的裙子可以。黄妈，但我是未来。未来星，刚才说的，但我是未来。对你是我说了，我也很关心，但是我是说出舞台。我知道，我开玩笑。好的，你是未来，我接受你的玩笑。所以还有一位。他们2个，他们俩是组合，他们是2位，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卓海豚，他们卓海豚，对，重唱跟乐队是，对。好，很期待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舞台让黄妈潸然泪下呢？很期待。那你们喜欢黄妈给你们的这个3个关键字吗？喜欢。不要敷衍我。我觉得很浪漫。很浪漫。浪漫。因为我是女生。好，谢谢周海豚，谢谢。来，那接下来是周深。其实真的很难选，因为我们有很多都很喜欢的。那我选一个就是，现代与我们自己独特的中国风的结合，唱跳都很难。然后是一缕清风，唱跳都很难，是一缕清风，只有一个人站起来了。玉子是吗？是的。就是张玉子，所以只有他了，没有其他人了。我们3个，就他隐藏的最好。我吗？对呀，我的单字。因为你的那个3个简有力啊，不是他们都有。说的是他们共同的他们共同都是，但是我俩就太指向性更强。好嘞，就是说的就是他。对，说的就是玉子。谢谢。玉子要不要自己推荐一下自己的舞台？其实我觉得周深老师涵盖的非常全了。对，就是可以再多说一点吗？就是一个很全新的尝试，就是我自己也没见过的一种挑战，国风融合。
我帮你解释一下好了。因为我其实也非常喜欢玉子，然后我在她的初舞台的时候也给她一个非常高的分数。然后我觉得她年纪轻轻，但是她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对。然后她在舞台上的呈现，在的显示她深厚的功底，因为她从小就非常的热爱对这些事情，然后热爱表演跳舞，然后她也非常的自律，对。而且她对自己的了解是客观的。就他不是说那种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子，但是其实没有达到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以一个冷静、理性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自己，所以我觉得他对自己的了解很精准，甚至就小霞姐都会一直说，就他无论他的说话啊，或者他的思考跟他的年龄，甚至是非常的都很不相符的，跳出来看自己的那种，就是会让你反差很大，然后又给你惊喜的一个。他有20岁的身躯，但是却有60岁的灵魂，60岁的思考。所以听起来刚刚应该是还有一些人对自己的舞台认知不是那么客观，我捉到了。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对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的客观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年轻一下就到了对自己可以去客观的看自己，然后知道怎么去训练自己或者是去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人啊看不懂自己还蛮常见的，对，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很多人看不懂自己，是的，对，但是就是我们不就是在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也就是在透过学习，透过这个世界，对，去看懂自己。对，我们都在那个摸索的阶段。对的，在认清跟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玉子听起来已经快人一步了，期待你的表演哦，继续探索自己，了解自己。玉子可以成仙了，真的期待。不用止步，不用止步，继续前进，不要继续前进，继续了解。Go moving。然后接下来是宁宁了，因为宁宁这一次其实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对不对？对。来，宁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因为我和现在所有的歌手，然后年龄比较相仿，所以可能就是和大家聊的比较，能聊的有很多共鸣，对，所以。有去做小卧底，提前看看他们的舞台吗？没看，没来得及。哦，那一公的时候你有看到什么？我没有看到初舞台，所以对。那就是你看到了一公的舞台，对吗？对，加入我。对，我看到了一公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舞台是，3个关键词的话，第一个是年轻，因为他真的是很年轻，对。然后第2个关键词是爆发力。第3个是反差。因为好模糊。是，没有，其实因为。他的长相是一个很可爱的类型，但是他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很有爆发力，是一种很大的反差。有人认领吗？能给大家带来惊喜的那种歌手。年轻、爆发力、反差，是哪位呢？有自信的站起来。哦，这么一看，好像是挺明确的啊。哦，对。说的不是你了。对不起。为什么觉得是你呢？自己觉得？因为也不是啊，我觉得确实，因为我们昨天我跟 Lizzy， 我们确实是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组合。然后第2个的话，反差这个词也是老师们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我说话的声音和我唱歌的声音不一样。然后昨天我们那首歌的话，确实也是和我现在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跟 Lizzy 的舞台吧。是的，因为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和包子就是从小就是认识的，是一起唱歌啊什么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但是我看他舞台的时候是完全客观，完全是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的。但他的舞台确实有震撼到我，给我有惊喜，所以我觉得，谢谢。对，希望大家也。我觉得观众朋友们也会有惊喜的，会很期待。是唱歌的声音跟说话完全不一样吗？因为小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很可爱，他长相也很可爱，声音也很可爱。但是我大概有7、8年没有见到他了，突然他在台上就特别有爆发力，特别反差特别成熟，所以突然一下长大了。是的。期待，要不要？很期待。唱歌的声线来一句，听听看。可以吗？来一句吧就。那我就唱我昨天唱的歌吧。
抱着沙发，顺眼混滑，凌乱头发，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真的很不一样，谢谢。突然变声。好，谢谢，期待你的舞台。好的，谢谢几位推荐人老师的分享。那我觉得刚刚已经听了这么多了，大家一定对歌手们的舞台非常期待了。谢谢几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没有。其实我想说，就是，非常感谢我们腾讯舞台2023能给到我们所有歌手这样的机会，因为说实话，我是非常有关注。我们优秀的国内的一些音乐人，但是其实说实话，国内没有很多舞台去给大家展示他们自己的音乐和舞台还有作品。然后我希望未来有更多像我们腾讯舞台2023这样的平台，去给我们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展示他们自己，然后展示他们自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的正能量带给大家。谢谢，真的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舞台给到大家哈，也谢谢几位舞台推荐人老师，来这边可以入座休息，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刚刚听完了之后，真的非常的期待，有反差的，有质朴的。有充满未来感的，有各种各样的，我相信观众们听完了也非常非常期待，到底会是一些什么样的舞台给到我们呢？那当然了，一档优质的节目自然是离不开我们的平台方的支持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腾讯在线视频节目内容制作部副总经理邱月女士上台为我们分享，有请邱总。大家好，这边。非常感谢今天能来到现场的各位舞台推荐人，然后还有客户和媒体的朋友们。其实这个节目是我们基本上时隔2年再一次做年轻人的舞台节目。从最早的想法到今天，应该有差不多已经有快1年的时间了。在这1年当中，说实话，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一个节目，我觉得第一个是意外。刚才大家在交流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其实这个节目经常给人的感受是，你以为其实是这样，但其实不是。你以为一个音乐节目只是需要有舞台表演就完了，但不可能，还要先选择挑战模式。你以为选择完挑战模式之后，你就知道了所有信息，但不是，也许后面你还有更多的信息不知道。那在这样一个充满意外和反转的故事当中，我们希望用一个反套路的，能够真正让大家有悬念感的内容的设计，能够让这些年轻的舞台表演者、舞台歌手们能真正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面充分的释放自己。第2个关键词呢，叫做鲜活。我相信刚才这个各位媒体朋友的送命题，这些舞台表演者们的回答应该已经表现出来这个特质了。我们也发现当下的年轻人，真的很敢讲，然后真的也很直接。当我们在问到你愿意跟谁合作，你不愿意跟谁合作的时候，我们以为不愿意合作，一般不会站起来，一般不会那么愿意去表达我不想跟他合作。但是没想到这个节目，当你问到你不愿意跟他合作的时候，哗哗哗站起来一片。就是当下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是为了真正在时隔2、3年之后，看一看当下年轻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的面貌、他们的状态、他们的能力，包括他们的梦想。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非常有收获，也觉得实际上我们发现，原来当下年轻人可能跟我们想的一样，也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那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叫做隐喻。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觉得舞台不仅仅是音乐的舞台，而是每个舞台歌手人生的舞台。那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节目浓缩了年轻人真正会面对的非常多的机遇、挑战，可能有高潮，可能有低谷，可能有成功，可能有失败。你可能会春风得意，但有时候可能也会
结果令你非常失望。那这都是当下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充满着变化的环境当中，可能每一个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他们将如何选择？然后所有的观众看了他们的选择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悟和体会？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舞台2023这个节目，我们特别希望它像一个测试一样，能够帮助大家去看到彼此，看到年轻人，同时也看到自己。我们的这个第一次的舞台叫做内测，然后第一次的昨天录制的叫第一次的公测。那我们也希望它是一次一次的测试，能够测试出到底谁是对舞台真正保持着初心，保持着充分的尊重，能够真正排除所有的干扰，能够聚焦舞台，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舞台表演者。我想这个是我们制作这个节目最终的初心。那其实这样一个节目，其实一定是非常有赖于我们强大的幕后团队。接下来就有请我的2位搭档，这个舞台2023的监制马浩姐，然后音乐总监匡景老师。先问一下黄景老师，今天很帅啊！谢谢。今天先问一下浩姐吧。然后这次这个26位舞台表演者，其实他们的来源背景其实非常多样。其实我们有大概3个节目的冠军，至少有3个节目的冠军又来到舞台，也有完全没有舞台经验的年轻人。那其实就你来说，如何选择这26个舞台歌手？跟其他的节目有什么不同吗？这个问题其实原本应该是这个节目的总导演、总编剧曹薇同学来回答，因为确实我们从去年就一直在策划和筹备，跟秋叶一起在准备这个节目，然后因为曹薇现在准备下午他们的拍摄很精彩的内容，所以呢，那我来代表我们的导演组，就是回答秋叶的问题。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节目，大家其实观众已经受过无数的教育，知道歌手是什么，因为有无数的节目告诉大家什么是歌手。那我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去告知更多的年轻人，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什么是舞台歌手。比如说，嘉尔老师，他就是一位舞台歌手，他不只是有vocal， 然后在舞台上有声音的表达，更多的他需要舞台的整个的唱跳演，然后跟灯光视觉所有的融为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秀。然后是因为舞台的表演最终打动当下的观众，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舞台歌手。而我们选择了后面这26组非常优秀的舞台歌手，其实我们是从很多很多的选择里面选择了他们，那最终我们彼此达成共识，我们愿意一起来努力为舞台2023这个节目去奋斗的时候，我们是共识的，我们要去在舞台上面做让人能够记住的年轻的舞台歌手。那在目前已经经历了这个第一次的内测和第一次的公测之后，有没有让你自己觉得印象最深的舞台歌手，或者是印象最深的细节？其实刚才老师们讲了很多在台前的这种舞台，那我可以就是我觉得这群年轻人，他们虽然有几千万粉丝的，也有1个粉丝都没有的，有内地长大的，也有海外读书回来的，还有来自像丽丽他们来自各个国家的，然后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共通的特性，就是他们不愿意在那个框框里面。刚才丽丽也讲了，所以他们我觉得有点疯吧，在后面就是其实明明这个
这个你已经是，比如说我们都有内测，你已经是第1名了，是吧？你完全可以选一个特别好的身份，选一个好的搭档，往下走。但是偏偏他要选那个可能那个暂时名次最危险的人，就是他们所有的选择，所有的个性都是基于当下他自己，他不会因为其他的任何因素去改变。所以虽然我们有给他们很大的挑战，冒险者、挑战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道具吧。最终我觉得拨开这些牌，我们能更好的看清每一位真实鲜活的他们。谢谢。那荒金老师其实也是国内非常多顶尖音乐节目的总监，然后那在经历过这么多节目，我们也合作很多次啊。在这一次舞台203这个节目，就在你的感受上面来说，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吗？首先这个节目我们应该是介入到比较早的，时间比较长的，大概在8、9个月之前。听说会有一个节目是会给予音乐人们舞台，给予一些可能本来机会不多的，然后舞台很缺乏的，甚至没有过舞台的音乐人。那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音乐人是很珍惜的，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很早就开始介入到沟通当中。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之前音乐总监可能对于大家的概念，他是负责音乐的部分，然后就是音乐所有的歌都是我要弄，就这么一个概念吧。但是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么多元、那么多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人们，我们是希望能够以一个团队的结合来加入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团队基本节奏，然后对每一个选手要进行很多的沟通，对于他们要有很多的理解，他们每一个人音乐的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功课。对，所以其实他们每一位在我这里都有非常厚的资料在准备着的。对，而且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是之前我们准备过10几20首歌的练习测试，然后要去找他们的不同的特点，对。然后这个内容其实有点像做唱片，做唱片其实是需要做 A&R 这个工种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音乐人的理解，能够帮他们去判断最好的方向，引导。这些都是 A&R 的工作，所以这一次算是我们第一次带着团队，能够以加入 A&R 的方式进入到一个节目当中，一起来。对。其实我们在幕后的这个工作当中，看到这个音乐导演的音乐总监这边对每一个人就基本上写了就是这么几十页的这个人物的小传，然后其实基本上对每一个舞台歌手来说，都是以为他们做专辑的思路，从头到尾去了解这样一个人，去找到最适合他的音乐作品。然后非常感谢2位，也期待在这个节目当中后续的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音乐舞台的这个歌手有更好的表现。谢谢，我顺便再带出一点，团队当中，因为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风格、不同的音乐人，所以这次也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制作人，也加入到这里面，包括周平老师，周平老师、Kency 老师、邓一伦老师，就音乐制作人各自肯定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或者在意的风格，所以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研究出更多的音乐可能性是。好，谢谢大家，先感谢谢谢我们，谢谢。那就像刚。